国民党真的不是像大家在新闻上面所看到的，好像又乌烟瘴气又内斗很厉害。因为不管大家最后有没有选上党主席，我们是同一个团队，一定不负所望。我其实觉得这次党主席是最团结的一次，因为以前选真是天崩地裂，这次选是大家一个共识，就是所有人都说2026、2028民调垮，终结12年的两岸敌对政策。台独党纲就是会引来战火的导火线，所以戳破台独的谎言、民进党的自相矛盾，还有我们反对战争，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民进党下架他的台独党纲。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把国民党的党机制重新去做一个打造。简单来讲，本来是你罗智强跟郝龙斌或者是赵少康，那现在要多了一个傅昆萁。那当然一开始传出说可能没有参与这个，会有参与这个，但我个人认为会有啊，因为昨天后来独家之后又一篇独家，说法条解释的不溯及既往。这些我觉得都不管，我的一项的基本原则就是我去拜访陈冲院长，那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国民党要重新再展现我们过去治国的优势跟强项，帮台湾人解决很多的问题，还有未来经贸的发展战略，这些很重要。组影子内阁，那我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说让制度说话。主席选举是如此，各级的提名也是如此，未来的总统提名也是如此。那党内制度一定要遵守，一定要公平公开，才能够服众，没有私相授受，没有密室交易，在未来每一场的选战都能够成功的蓝白合，也能够成功的下架民进党。不要忘记这个共同的重大目标就好了。我觉得有个重点是，今天当然我觉得解释很坦然面对大家的参选哦，但是关键有一个是，好，假设你选上了，会不会出现像江启臣时期这个样子，就是有很多政令很难推行？因为当时我观察到的是，国民党的山头文化为什么需要大佬出来压阵？很大的程度是山头文化跟派系文化不一样，民进党派系文化是很明确的，派系压派系，中央跟派系协调，派系去压自己人。我倒不这么觉得啦，因为大家对国民党内的生态，从台北看天下是会有很多的误会的。对，那其实启臣他当时当主席的时候，他也是地方重大派系出身，然后当时李乾龙秘书长也全力的在辅佐他。对，我认为在地方上面的沟通，并不是因为地方山头派系，所以使得他政令推动困难。我认为这个理解是有落差的。那么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如同我所说的，我下去拜访，我跟大家的想法是很一致的。我重视地方的声音，尊重地方的耆老，这个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我最近的访问跟他们都聊得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不谋而合，因此我才跟大家强调，其实国民党不像台北媒体所描绘的这样的。第二，在这个领导的过程当中，我不相信英雄主义的，一直强调的是团队的作战。我也一直跟大家强调，从羊群变成狮群，而不是说有一个救世主。所以未来国民党的集体领导、团队作战，真正重视地方的声音跟需要。国民党的两岸为什么每次都是国民党的痛？两岸问题，中国国民党嘛。但我认为这个中国目前对国民党已经不是那么的负资产了。经过了2次大罢免之后，有一些想法，但是有一个冲突点。9月4号，国民党党团在日本号称史上最大团，跟日本的国会在交流，不少的大陆朋友非常难以接受。但是呢，大陆朋友当然在台湾是没有选票，可是这个确实会影响到两岸的舆论风向。这叫做政治不正确。观感问题。对，所以其实副总召带着我们的立法委员去大陆访问，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要推销农产品，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用意，而且两岸本来就应该要有更多正常的交流，那他的交流也都是很公开的，所以没有必要被民进党扣这个红帽子。那民进党就是无聊嘛，可是呢就一直追杀这件事啊。那这一次呢，变成是另外一边，大罢免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让这些立法委员们缓一缓，喘一口气，然后再接下来新的会期的作战。所以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很单纯就是说也抱着半度假的这样子的放松的心情。然后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决定日本但我觉得应该也很单纯啦就是说跟日本之间的不管各方面的国会的交流等等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第一个，请大家不需要对这两次的行程做过度的解读，不过我们是可以检讨的。就未来我们的动向，那我们希望第一个，在两岸的论述上面不能够再摇摆不定、模糊不清，或者是过度的回避，我们要有更清楚的论述，更稳定的主张，更有未来性的，不要怕被扣帽子。但是在做这些动作之前，不管到大陆访问也好，到日本访问也好，不是大陆不可以去，也不是日本不可以去，但是你的论述、主张、timing 选择可能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动辄观瞻，大家都在看，这是对不对？可能他们去的时候觉得很单纯对，没有想这么多，那以后可能要想多一点。还有对于这一些对外怎么样的说明，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就是给我们大家学一个经验那未来在党中央也希望类似这种公开的行程，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思维，更加的谨慎，而且对外一定要论述清楚。那我认为大家这么的注重国民党的所有的动向，这是好事，表示你党团很有影响力，很有代表性。可是更是这样，你更要展现出我们是都很成熟的思考过了，然后我们这次的主张是什么，不是随便可以被人家误会的，或随便被人家扣帽子的。我想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说其实这次去的关键是，如果你先对93表达一个更强的历史意涵的话，那也许你去，然后你可能不要选90，你可能选96。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是不是民进党执政久了，那民进党一直要去中国化，而且民进党一直要扭曲，他就剥夺了对历史的很多的诠释权，然后用一个很偏狭的甚至于是错误的史观，不断的要加诸国人。那久而久之，国民党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觉？你忘记说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史观来对抗它，甚至于是主导，不能够被民进党带歪去了。然后久而久之，好像我们自己也忘记说抗战胜利，忘记这些对我们来讲历史的重大意义。因此这的确是国民党这几年来的疏忽跟不足，我们必须承认。所以对于历史的诠释权，做政治一定要抓到话语权，一定要抓到对历史的诠释权。你一旦拱手让出去之后，你就会如骨牌效应般，就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谅解当年课纲马英九没有守住，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没有守住这个课纲，这也是欧桂芝老师一直非常在意的。对，的确未来国民党执政，教育的改革，课纲的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我也一直不断的强调，不只是历史上正确的史观而已，我们还要有未来性。所以这些就是旧的问题要改革，新的问题也要处理。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说服党内，因为党内的地方派系它不是每个都有这么强烈的两岸或者是国际的一个看法。那可是在过去几年国民党的选举，地方派系是坚韧跟顽强的活了下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国民党上下层出现一点分歧。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承认过去曾经，尤其是在江启臣选主席之前吧，台湾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之争对，曾经有过闹过，曾经有一阵子就是说包括一些党外的啦，其实他不是国民党内的党外的一些朋友说国民党应该要改名啊，应该把中国换成台湾。可是在那一阵子国民党内部的讨论跟论调就没有动。对，就是把它拖过去而已。不是拖过去，你错了，你们都对国民党好有好深的误解很多国民党非常本土的政治人物是很坚决说不可以改名的，要中国国民党的，所以各位真的对国民党有误解。但是这个论述出不来啊，我们在网上看不到。所以对，没错，因为他们不在台北啊，媒体不认识他们。国民党那么庞大，然后很多的资深的这些，而且很多很本土的地方派系，大家都误会了，他们其实对中国国民党
的认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是很强的。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最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那后来大家也都没有再讨论这件事了。对，其实这个议题在国民党内部已经不存在了，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